我坐过牢，我真的很后悔。我是小老婆生的儿子，那又怎么样？我是警察，但是我很怕死。男生们向前走，男生们不言笑。你嫌我不够温柔，又要我硬起拳头。什么叫做今生的后？埋怨我不说感受，却要我默默承受，练习着不让眼泪流。学会做你的 hero， 在你身后，管他坏人或怪兽，都不是我对手。不败的男生高爱飞手，做你温暖的港口。不败的男生心思白头，有生命坚持守候。不败的男生勇敢昂首，做你骄傲的理由。不败的男生奋力战斗，用生命扛起所有。男生们向前走。哎，陈凯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女儿出事了，我需要巧克力。我也是啊。你出了什么事啊？玉阳出事了，我打电话给他，他也没有听。我记得是收在这里。没有啊，怎么办？问正义吧。正义，巧克力在哪里？克洛伊和玉阳出事了。藏在哪里？克洛伊出事了。我怕玉阳被人利用去贩毒。没有巧克力，我怎么救啊？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正义，哎，正义，正义，我知道你在这里。你那巧克力可不可以给我们几颗啊？哎，哈哈，留一颗吧。你在搞什么鬼？我也正义啊，你刚刚看到什么？没事就好。现在是贩毒啊，贩毒啊！我才想要巧克力，好不好？正义，我知道巧克力是你的，可是你可不可以让我们一人留一颗在身边？万一将来要用来救孩子，对吧？哎，干什么？哎。
哎，于洋，于洋，来打球。闪开了。对。啊，算了，这样你不敢了。谁说我不敢了？在，喂，宝贝，你自己玩一下，不要跑太远啊。啊，莲儿，干嘛玩一下子就不玩了？你还敢说把我拉出来？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的。你的生命不是只有你爱的工作，你还有我们可爱的宝贝啊！一点时间都不可以留给他吗？你最近对我很冷漠，是不是还在气我利用你，向许英豪报复？我向你保证，以后什么事情都不向你隐瞒。当真？ Promise。如果你失信的话，你就一辈子就要当我的仆人。我愿意。哎呀，原谅我了哈。哎呀，要干嘛？谁先拿10分谁赢。我是被让你的。看你还是认输吧。你这种自己想要跟我打，放弃吧。比赛还没结束。准备酒，来，来。朱姐姐。我之前真的不应该阻止你跟慧颖在一起。算了，反正不管你说什么，都改变不了我的决定。有什么打算？还能有什么打算？感情的事情先放一边吧。现在家里就我一个人赚钱养家，我一定要赚更多的钱。跟你讲啊，人生呢就像打球一样，这类球你要怎么投，靠你自己，没有人可以帮到。如果你硬是要投3分球，结果1分也进不了，真的1分也拿不到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哎呀，赚钱不是这个样子的啊，不要像我一样，走错一步就是一辈子了。不要只想以前的事情啊，看开一点，人生是要往前走的。真的，人生呢，错一次就够了。哎呀，来，再来一场。男士们向前走。难得口语玩的那么开心，连睡觉也笑得那么甜。他一定在做着美梦。我真希望天天
他都能这样子笑着睡着。如果他读书有那么尽兴就好了。爹，为什么我们做父母的这么执着于分数呢？考到 A star 未必有知识，考不到 A star 未必没有前途啊。你又想说什么大道理啊？你知道为什么我想做游戏吗？因为你跟孩子一样幼稚啊。有一阵子，我喜欢到网吧去跟别人一起玩游戏，我很喜欢看他们玩游戏的神情，很快乐、很轻松的。那时候我告诉我自己，有一天我一定要做一个游戏，把欢乐带给大家。原来你的想法那么伟大。迪儿，对不起啊，我以前从来都没有支持过你。该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。之前我只想到游戏，家里的大小事都让你来处理。我答应你，从今天开始，家里的重担都让我来扛。我会认真做一个好丈夫、好爸爸。我要成为你们的 A star。好啊。这么快就来找我？你干嘛换锁啊你？不换的话，我家一定给你们弄得乱七八糟的。哇，你隐形还能够换锁，是不是到店里偷的？我是警察，就算隐形也不会做犯法的事，所以你们不要皮痒做坏事，我一定会抓的。我们不是皮痒，我们是屁股痒。你们只看到我，我声音回来了，我已经不是透明人了，啊，哇，哎，你中我，喂，不要拍，我跟你讲不要拍啊，喂，不要拍，喂，不要拍。喂，你从隐形人变成了恶鬼啊？我比恶鬼还惨啊！没有人看到我，我又不能叫东西吃，我只能吃人家吃剩的。你不早说，我可以给你送食物的啊。你有那么好吗？我一下子要在医院看雪花，一下子在渔庄办案，一下子要跟嫌犯到搏斗。你有空送饭给我吃吗？哎，医院我可以叫陈凯送啊，他每天都去看雪花。对了，你以后隐形的时候，我去买东西给你吃。你看，你还是要叫陈凯送啊。最早陈凯有帮我照顾孩子还有雪花，你呢？看来有些人应该不值得我分享情报。情报？什么情报啊？哎，你想吃什么？尽管叫，我请。那还差不多。那家要控告你哥哥抄袭的马鲁多革命公司，其实他们设计的那个游戏也是抄袭泰国小公司的一个上市游戏啊。真的啊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刚好和马鲁多革命公司的总裁搭同一部电梯，他以为电梯里面没有人，讲秘密电话的时候就被我听到了。正义，谢谢你的情报。你隐形的时候有没有查到阿金叫玉阳去贩毒啊？阿金好像有这样的打算，他就是专门找玉阳这种送外卖的，把毒品送到买家手里。可是你放心啦，玉阳没有动摇，真的是死性不改的。喂，你可以找阿金报仇，不过不可以打草惊蛇，不可以提到贩毒的事啊。等我明天回警局向上司报告，
到时部署行动后啊，把他们一网打尽。我会小心的。哎，庆祝你恢复人形，来干一杯。正义，要不这样吧，你把巧克力拿出来，我们3个人平分了。我是为你好啊，你看你吃了巧克力，变成隐形人，差点变不回来。如果巧克力全在你手上，下次发生什么急事，你吃的太多的话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我当时不给你们巧克力，是因为它是一个急救药，不是一个谋取利益的工具啊。还有，我在隐形前，我有狗的特征啊，我会像狗一样吠。我恢复人形了，这些特征都没有了。我看是你想太多了吧？总之，以后就算孩子出事，我们都要靠自己的能力去救他们，除非真的没有办法才吃神奇巧克力啊。陈凯，你说？你说？我不懂啦。不过正义讲的也没有错了，为了孩子是最重要的。你收了，你收比较好。好，当我没说过。吃东西啊。英豪，为什么有新闻报道我们公司盗窃别人的游戏版权？妈，你先坐下来吧。哦，你别担心，这件事我会处理的。新闻还说我们必须还巨额的赔偿，不然你可能就要去坐牢了。妈，你别想太多了，我会有办法的。这么说，你是真的盗窃别人的游戏？我是被那个废物陷害的。如果你真的需要妈帮忙，你就要告诉我，知道吗？啊？谢谢你。我就知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来这里喝酒，借酒消愁啊。滚！我不跟废物喝酒。废物还可以再利用，好过有些人以为自己完美，其实是自我要求太低。你拽什么拽？一天是废物，一辈子都是废物。说真的，我应该感谢你才对，是你激发我，让我经历了这一切，让我找到自己的价值。来，这杯我敬你。这么不给面子啊！以后不要后悔啊！是谁后悔还言之过早呢？其实做人不要这么固执，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说，我有办法帮你死里逃生。你少来这一套！你以为我会被同样的石头绊倒2次吗 ？No way！ 你会回来求我的。废物！男生们向前走。就再见。哎，前辈，你确定你的情报可靠吗？这屋子外面有小孩的鞋子，怎么可能用来卖淫？那些都是障眼法。我之前跟踪嫌疑犯来到这里，还看到那个失踪少女被困在里面。喂，相信我。什么事？啊，送外卖的。外卖？谁叫外卖啊？
不许动！我们是警察，你们现在被怀疑涉嫌一起绑架案，请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。你嫌我不够温柔，又要我硬起拳头，什么叫做今生的后？埋怨我不说感受，却要我默默承受。练习着这次我们能迅速破了少女绑架案，全靠大家的努力，尤其是正义，他放假还不忘了破案，提供了我们可靠的情报。Well done. Thank you, sir. 我不敢偷懒，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就算放假，我还是会继续拼搏的。大家都听到了没有？希望你们向正义多多学习。Understand? Yes, sir. 从今天起，正义将升为当组长。Thank you, sir. 丹、乔斌、明，你们跟着正义去侦查几起未破的悬案。Yes, sir. 你还在睡啊？前段日子我都有来看你，只不过我变了隐形人。还好你不是那个时候醒来，要不然你也看不到我。我现在恢复人形，真好，我可以跟你说话了。跟你说2个好消息。第一呢，玉阳已经开始积极找工作了。他说想赚钱，帮你负担家用，还有，这是玉兴折给你的纸鹤，他知道错了。他现在发愤图强，想要考进体育学校。你开心吗？其实这些年，我对子妙你是知道的啊。我知道你不要跟我在一起。是因为那2个小孩，可是他们现在已经很懂事了，他们对我也没有抗拒。第2个消息，我已经升职了，我升职加薪后，我就可以帮忙你照顾玉阳和玉兴。你就不用这样辛苦了。你看我买了什么给你？就从现在躲进我的胸怀，不会受到伤害，给你所有的爱，直到未来。说话。我一直不敢跟你说那3个字，可是我现在很有信心了。我可以实现这个承诺了。我还有很多话想要对你说，你不要睡了。你醒醒好不好？陈凯，啊，陈凯，真的是你啊！什么时候出来的？
你不认得我啦？以前住你隔壁的林嫂啊。哦，我来找阿金。很多年没有见到阿金了。你被抓之后啊，他突然间发大财，就搬去公寓住了，再也没回来这里了。当年雪华怎么样？说到雪华，我就很同情她。她为了医治一样的病，房子亏钱也卖了。然后呢，她就跟我租了一间房间，白天呢就把易阳托给我照顾，她自己一个人啊去打3、4份工来还债呀。阿金有没有给雪华钱啊？没有啊，阿金搬出去后就没有跟我们联系了。唉，雪华很惨啊，挺着大肚子，一个人去打工。后来呀，玉兴就出生了。雪华没坐月子，就回去工作。你也是的，受了那么多年的委屈，又不要跟我讲，我真的不懂你这么多年怎么挨过来的，跟我讲嘛。讲来讲去都是我的错。难怪你跟我离婚了。如果当年我跟警察讲说是阿金害我的，我就不用坐那么多年牢了，我就可以早点放出来跟你讲爱嘛。哎，对不起啊，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现在讲这些有没有用？哎。刚刚收到欧总裁和彭老板的电邮，他们也想撤回合作计划。这些经营事情的小公司，之前还3天2头来巴结我们，现在一出事，就马上取消合作，真的是变得比翻书还快。还有，今天连行销部的孙经理也辞职了。让他去。这种无法共患难的小人，我才不稀罕。还有，等一下，官司的事处理到怎么样？韩律师说，只要我们找到被人栽赃嫁祸的证据，就能洗脱罪名。可是，如果审判前还找不到证据，公司将损失惨重。Elsie， 我要冲凉啊，帮我放热水。Elsie， 你别叫了，你老婆已经很多天没有回家了。啊？哎，对呀，她走了啊。连他都这么现实，走就走了，反正公司都快倒闭了，全都走好了。你说什么？这是你爸爸辛辛苦苦创立起来的公司，难道你没有办法挽救吗？妈，对不起啊。我什么办法都用了，还是避免不了要跟对方公司打官司。打
官司。那如果你打输了，你要怎么处理呢？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大不了赔钱就是了啊，不然就坐牢好了，我没得选了。坐牢？英豪，你一定要保住你爸爸的公司，你一定要啊！我保不了了，妈。那个废物，他要置我于死地。他是有办法救我的，可是他宁愿牺牲爸的公司，也要让我去坐牢。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妈。大姐，真的非常抱歉。公司呢是英豪跟伟豪之间的事，我真的无能为力。是你无能为力，还是你不愿意帮忙？今天是我第一次约你出来喝茶。我们过去40多年来的恩怨呢，是时候做一个了结了，没有必要连累到下一代。这我绝对赞成。但是英豪对不起伟豪在先，不是说释怀就能够释怀的。他们的爸爸把公司交给他们兄弟俩，不是要看他们自相残杀。既然2个孩子都做错了，那我们做妈妈的为什么不能出面阻止他们一错再错？讨回公道的方法有很多，为什么一定要拿他们爸爸辛苦创立的公司作为牺牲品呢？再说，伟豪对英豪见死不救的事传开来，人家会怎么看我们许家？会怎么看伟豪？灵儿，过来帮我。怎么了？我想要提升公司的冷气系统，给点意见嘛。好啊。儿子，既然你已经证明给那些对不起你的人看到了你的实力，那是不是时候可以收手了？你今天是不是见了什么人？为什么一回来就闷闷不乐的？你大妈要我劝你帮忙挽救你爸留给你们的公司。你不要被他骗了，他想挽救的不是爸的公司，是他儿子。有哪一个母亲不保护自己的儿子的？是妈没用。这些年来，让你没名没分的过日子，又没有为你争取些什么。但是我理亏在先，怨不得人。干嘛又提这些？儿子，有时候我们要学会释怀，不要为了争一口气，而失去最珍贵的东西。是啊，你把他逼到悬崖，万一他跳下去，那怎么办？你不内疚吗？你们为什么都袒护他？你们忘了，老爸一过世，他就把我们一家都赶出来，之后骗走我公司的股份，还有陷害你偷走我游戏，现在谁是受害者啊？我们只是希望你见好就收，不希望你以后后悔啊。如果不是那只老狐狸贪心，他怎么会上钩？妈煮的凉茶，先放着吧。好啦，不要生气了。
刚才我们不是在指责你，我们只是不希望你被仇恨蒙蔽了眼睛。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我只是想让那只老狐狸尝试一下失去一切的滋味。你这样多下去，你不累吗？我以前什么都以和为贵，以为只要忍气吞声，一切都会过去。结果呢？我不想再重蹈覆辙。呀，听我说几句话。好，你说，我在听。第一，你想报复这种心理我明白，可是你这样下去，你只会受伤。第二，你爸的心血就这样没了，你不内疚吗？第三，如果裘一以你为榜样，他变得心狠手辣、无情无义，那怎么办？你们女人啊，就是善良，什么都为别人着想。好，我听你的。No， 我不是善良，我只是觉得真正的报复不是以牙还牙，而是让对方后悔他曾经对你做的那些坏事。好啊，如果那只狐狸来跟我谈，我会考虑帮他一回。这样就乖了。男士们向前走。Hello。啊，这餐厅挺漂亮的，我喜欢。我点了几道菜，不赶时间的话，可以坐下来试一试。你真的要感谢我妈跟灵芝，如果不是他们劝我，我不打算来的。上一次你说有办法救爸的公司，说来听听。抱歉，我一时忍不住想笑。你不是说过不想被石头绊倒2次吗？怎么现在绕了这么大个圈子，你还是回来求我？亏爸这么疼你，现在他辛苦建立的公司快要倒闭了，你还笑得出？你可真孝顺。大哥，你年纪大失智了是吧？爸的公司一直是你在经营，连我的股份都被你骗走。我跟这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就知道你对股份耿耿于怀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白帮我的。一旦解决了官司，我就会把你股份还给你。这建议听起来不错，不过现在公司面临危机，你把股份转给我，我会不会被你拖下水啊？那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别急啊。我跟我妈在徐家受了这么多年委屈都不吭一声，你只不过被我羞辱了几句，受不了了。我就知道你想玩我。徐伟豪，你给我听着，你帮不帮我无所谓，我是不会让你羞辱的。等一下，我们另外谈条件。说什么条件？我要你把亲子游戏的版权还给我。好，我转给你。我要名正言顺、白纸黑字的纠正。我要你向媒体承认，我才是游戏的原创人。那岂不是要我承认道歉？我办不到。办不到什么？我宁愿花钱打官司，也不会让你得逞。大强啊！
你要死啊！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带你去吃饭啦，我们偶尔也要二人世界的嘛。你跟那只老狐狸谈妥了，他向你认错了吗？没有啊，谈判破裂。那为什么你还那么开心？因为过几天他就会回来求我。哎，你想做什么？我真的觉得你最近变了很多，以前的你是会耍心机的。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嘛，我不变聪明点，怎么保护你们，对吧？你想当好老公、好爸爸，我明白，我也很欣慰。可是你为什么一直要跟他斗下去？谁叫他一直叫我废物？我就是要证明给大家知道，谁才是真正的废物。姐儿，你当然不是废物了。可是如果你需要靠耍手段来证明自己的话，你跟那只老狐狸有什么分别啊？爹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你不要操心啊。我们不要让那老狐狸影响我们吃饭的好心情。走。姐儿，你知道你已经给我们这些股东造成多少的损失吗？如果你再不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，就别怪我们动议罢免你总裁的职位。各位，那场官司我一定会在这个星期内解决，否则我自动辞职。徐先生，我决定了，我会召开记者会，把你设计的游戏原创归你。开记者会是上次的条件，这次还有附加条件。什么附加条件？除了照样把原创归还给我，还要让我代表你去上海跟霸宇集团洽谈亲子游戏的合作计划。这项合作是我争取回来的，你凭什么代表我去洽谈？就凭我是游戏的 game designer， 游戏的细节我最清楚啊。这是一桩生意，他们看重的是金钱利润。我听你这么一说，我更肯定你不配去谈这项合作。随便你怎么说，你有2个选择，同意还是不同意。做人不要太过分。如果你现在做不了决定，你可以回去想。但是下次见面的时候，就是下次的条件了。爹啊，怎么啦？舍不得我去上海啊？不是啦，我在想，徐英豪那么好心把机会让给你，当中会不会有诈？我有点担心。没事的，这机会是他争取的，只是换我去签字。啊？你是说你这次去上海，是以 Dual House Studios 的名义把生意抢过来啊？我才是游戏的原创人，我去签字，不对吗？可是你这样做跟他抢你的游戏有什么两样？哎呀，爹啊，你不要再跟他斗了好不好？不行，我就是要证明给他看，我比他厉害。爹，我知道你跟宝贝很想过回以前舒服的日子，住大洋房，开大汽车，我一定会帮你们争取回来。我不会再让别人欺负我们。你真的变了。有吗？我不觉得。我走了。原来一个人的改变，只是一个转身，连他自己都不一定会察觉到。像尘埃落定在雨。我以通奸的理由申请跟你爹地离婚，我希望你可以搬过来跟我一块儿住。灵芝和杨参2个名贵的中药。JC 坐在我后面的杨生，慧颖跟其他女人没什么两样，没想到她也是个贪慕虚荣的人，一看到有钱人什么都可以。
他怎么会自己发简讯叫你去看他约会？难道是有人用他的手机发简讯给我，让我去看他们约会啊？如果当时我能够暂停时间，那个阿金肯定跑不掉。看来我们已经对神奇巧克力上瘾了。上瘾的是我们的心，因为人都有私心的。为什么会有狗毛啊？有个保安说，他看到玉阳推倒一个叫 Andy 的男人。玉阳已经认罪 ，Andy 的爸爸已经请了律师，要告他恐吓和蓄意伤人罪。愿每天醒来都能陶醉在